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对跨海峡的男女相亲时发生的趣事。说实话，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红娘，我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相亲男女了，但这一对真的很特别。故事中的台湾小伙子和大陆姑娘因为彩礼问题产生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也引出了两岸婚恋观念的巨大差异。先来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吧。女主角叫林小美，今年28岁，是从安徽来上海打拼的白领，在一家外企做人事，收入不错，长得也挺漂亮的。小美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这也是她安徽人的特点。但她骨子里又藏着一股倔强和自卑，这都源于她的成长经历。男主角叫王志明，35岁，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因为公司在上海有分部，所以经常往返两地。志明是个很有涵养的人，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特别有耐心。他已经到了家里催婚的年纪，但在台湾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对象。小美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相当不幸。她出生在安徽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她有一个比她小2岁的弟弟，从弟弟出生那天起，家里所有的资源几乎都倾斜给了弟弟。你是女孩子，以后是要嫁出去的，这是小美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小美上学的时候成绩非常优秀，但每次拿成绩单回家，父母总是无动于衷。而弟弟只要不是垫底，就会得到夸奖和奖励。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春游，需要交50块钱，可父母却对他说，家里没钱，你就别去了。可第二天，弟弟却拿到了200块钱的新游戏机。那一刻，小小年纪的他就明白了，在这个家里自己永远是外人。高考那年，小美勉强考上了省内一所普通大学，但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大问题。父母直接告诉他，我们供不起你上大学，你自己想办法吧。那一年，他的弟弟刚上高中，家里给他报了价格不菲的补习班。为了能上大学，小美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上学，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学业。大学毕业后，她拒绝回老家，直接来到了上海打拼。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她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套小小的房子。但童年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在她心里，金钱就是安全感，就是地位的象征，更是衡量一个人是否重视她的标准。而谈到婚姻，彩礼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话题。他认为高额的彩礼是对女方的尊重，也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的体现。就这样，小美带着这样的想法，在我的牵线下和台湾来的王志明相亲了。志明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他出生在台北的一个中产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给予他充分的尊重和关爱。在台湾的教育环境下，他养成了平等、尊重、独立思考的性格。对于婚姻，志明的观念非常现代，他认为两个人结合是因为相爱，是希望一起建立美好的家庭，而不是通过金钱来衡量对方的价值。在台湾，虽然也有聘金的传统，但金额通常不高，而且大部分都会在婚后全部还给新人，作为他们的家庭基金。我把两人安排在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见面，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两岸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再加上小美的直爽性格，我怕她会吓到志明。但作为红娘，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毕竟缘分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见面那天，我先到了咖啡厅，志明随后到达。他穿着一件简单的蓝色衬衫，下身是卡其色休闲裤，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丽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志明微笑着跟我打招呼，声音温和。没事没事，小美还没到呢。我说着给她倒了杯水。我们闲聊了几句，大约10分钟后，小美姗姗来迟。她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妆容精致但不浓艳，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清新。简单介绍后，我找了个借口离开，给他们创造独处的空间。从我的经验看，相亲第一次见面，如果红娘一直在场，反而会让气氛变得拘谨。当然，作为一个敬业的红娘，我肯定不会真的走远。我坐在不远处的角落里，假装看书，实际上却竖起耳朵听他们的谈话。这可不是偷听啊，这是职业素养。
我需要了解他们的互动情况，才能在后续更好地给予建议。一开始两人的交流还算顺利，志明主动询问小美的工作和生活，小美也饶有兴趣地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聊了大约半小时，话题渐渐转向了个人观念和未来规划。就在这时，小美突然抛出了一个直球问题：如果我们发展下去的话，你准备给多少彩礼啊？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天哪，第一次见面就问彩礼，这也太直接了吧！我朝他们那桌看去，只见志明愣了一下，而小美则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志明沉默了几秒，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他被吓跑。但让我惊讶的是，志明并没有表现出不快，而是微笑着反问：小美，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这么看重彩礼呢？小美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愣了一下，然后强硬地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男方给彩礼是对女方的尊重，也是表示你有能力给我好的生活。志明点点头，似乎在思考，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在我看来，真正的尊重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你的关心和体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给你的不是一次性的彩礼，而是一辈子的幸福。哇塞，这回答也太绝了吧！我在心里为志明竖起了大拇指。小美显然被这回答惊到了，脸一下子红了。她低下头，小声地说：可是在我们那里，彩礼是必须的。志明很耐心地听她说完，然后平静地说：我理解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习俗，在台湾，我们也有类似的传统，叫聘金，但金额通常不会太高，而且大部分会在婚后全部还给新人，作为我们共同的家庭基金。我想知道的是，你看重彩礼的原因是传统习俗，还是有其他考虑？小美沉默了，她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彩礼的意义。在她的认知里，彩礼就是男方必须给的，金额越高越好，这是对女方的尊重。但志明的话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究竟为什么这么看重彩礼？是因为传统，还是因为潜意识里对安全感的渴望？或者这其实是她童年阴影的一种投射？我可能需要时间想一想。小美最终说道。志明微笑着点点头，当然，我们可以慢慢了解彼此，不急于一时。我听到这里，悄悄松了一口气。虽然开局有点惊险，但总算没有演变成尴尬场面。这个台湾小伙子的情商真是高啊！第一次见面后，我分别跟两人聊了聊。小美对志明的印象不错，但仍然有些疑虑。而志明则表示很欣赏小美的直率，也想更深入地了解她。就这样，他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约会。每次志明来上海出差，都会抽时间和小美见面。渐渐的，小美开始卸下心防，向志明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我从小就感觉自己不被重视，小美眼眶泛红。在我家，女孩子就是赔钱货，迟早要嫁出去的。我读书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从来没有人帮助过我。志明听了很心疼，他轻轻握住小美的手：你很勇敢，也很了不起，正因为经历了这些，才造就了今天独立坚强的你。小美被这句话触动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当作值得骄傲的事情，只觉得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但志明的话让她开始用另一种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几个月下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小美发现，志明虽然温和有礼，但骨子里有一股坚定，做事情一丝不苟，非常靠谱。而志明则被小美的直爽和任性所吸引，觉得她是个真实而有故事的女孩。但是彩礼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有一天，志明约小美去了一家高档餐厅。用完餐后，他突然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推到小美面前。这是？小美疑惑地看着他，打开看看。志明微笑道。小美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是我的全部积蓄，如果你愿意嫁给我，它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庭基金，用来建设我们的未来。小美愣住了，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她终于明白了，志明给她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种完全的信任和平等的态度。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他，没有保留，也没有猜疑。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彩炮，志明认真地说。
不是为了买你，而是为了和你一起建设我们的家。你愿意接受吗？小美泪流满面，点了点头。这就是我见证的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通过这段经历，小美开始反思自己对金钱和婚姻的看法，也慢慢治愈了童年的阴影。而志明用他的理解和包容，让小美明白了真正的尊重和爱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能会问，台湾人和大陆人的婚恋观念真的差别这么大吗？答案是肯定的。台湾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婚恋观念已经相当现代化。虽然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大多数年轻人更注重感情的真实和两人的相处。聘金在台湾更多的是一种形式，通常金额不会太高，而且大部分会作为新人的家庭基金返还给他们。而在大陆，特别是一些传统观念浓厚的地区，彩礼仍然是婚姻必不可少的一环，金额也往往不菲。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彩礼上，还体现在对婚姻的整体态度上。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哪种观念更好或更先进，每种文化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关键在于两个人能否在理解和尊重彼此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找到平衡点。就像小美和志明这对情侣，他们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相处之道。志明用自己的方式向小美证明了他的诚意和负责任，而小美也从志明身上学会了用不同的角度看待金钱和感情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爱情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种文化、两种思想的交流和融合。只有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爱情才能真正长久。说到这里，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以及我对两岸婚恋差异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小美和志明确定关系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定居在哪里，台湾还是上海？对于小美来说，上海是她打拼多年的地方，有稳定的工作和朋友圈，要放弃并不容易。而对于志明来说，台湾有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样难以割舍。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志明决定把公司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他对小美说：“你为了自己的梦想已经付出了太多，我不想让你再次放弃。况且上海的市场更大，对公司的发展也有利。”小美感动极了，她没想到志明会为她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她也明白，这并不意味着志明要完全放弃台湾的一切。他们商量好，平时主要在上海生活，但每年会有3-4个月的时间回台湾，既照顾志明的父母，也让小美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台湾文化。就在两人筹备婚礼的时候，问题又来了，两家父母的态度。志明的父母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对儿子娶大陆姑娘并没有太大意见，但他们担心文化差异会影响两人的婚姻质量，而小美的父母则直接问她家给多少彩礼。当得知台湾没有高额彩礼的习俗时，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没有彩礼怎么行？那不是看不起我们家吗？小美的母亲抱怨道。小美很为难，一方面她已经理解并接受了志明的婚恋观，另一方面她又不想与父母闹僵。最终是志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主动提出按照大陆的习俗给小美父母一笔彩礼，但同时也向小美解释，这不是买卖婚姻，而是对岳父岳母的一种尊重和感谢，感谢他们养育了这么优秀的女儿。而且志明笑着对小美说，无论彩礼多少，都不如我们以后对他们的孝顺和关爱更重要。小美被志明的真诚和智慧所打动，也更加确定他就是自己要携手一生的人。婚礼如期举行，两人既保留了台湾的婚俗，如闹洞房改为敲门礼，新娘不必换多套礼服，也兼顾了大陆的传统，如给长辈敬茶、按辈分给红包等。整个婚礼既热闹又不失优雅，充分体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婚后的生活也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变得和谐美满。志明用他的体贴和耐心，一点一点化解小美心中的不安全感，而小美则用她的坚强和直率，为志明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2年后，他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看着女儿的小脸，小美忽然对志明说，我要让她知道，女孩子同样可以被重视，被珍惜，不需要用嫁妆或彩礼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志明紧紧抱住了她，这一刻他知道小美真正放下了过去的阴影。
通过小美和志明的故事，我想谈谈我对两岸婚恋差异的一些观察。首先，关于经济实力的认知差异，很多大陆朋友可能会认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但事实并非如此。台湾的人均 GDP 其实很高，社会福利体系也相当完善。就拿志明来说，他虽然不是什么富二代，但在台湾的生活质量却相当不错，有自己的事业和积蓄，完全能够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其次，婚恋观念的差异，在台湾，年轻人相对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契合，结婚更多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而非两个家庭的联姻。因此，聘金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节，而非衡量男方价值的标准。而在大陆，特别是一些传统地区，彩礼仍然是衡量男方诚意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像小美这样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全感的女孩，会把高额彩礼视为获得尊重和安全感的保障。第三，对婚姻本质的理解不同。在台湾，婚姻更强调两个人的互相扶持和共同成长，而在大陆的某些地区，婚姻可能更侧重于家族的延续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差异并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两岸的婚恋观念也在不断融合和变化。就像小美和志明一样，通过相互理解和包容，完全可以建立一段跨越文化差异的美满婚姻。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红娘的一点心得。在我看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真正的幸福婚姻都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金钱固然重要，但它绝不是衡量一段感情质量的唯一标准。而对于像小美这样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女孩，我想说，过去的经历塑造了你的坚强，但不应该成为你幸福的障碍。学会放下，学会信任，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愿意真诚地爱你，不是因为你的价值，而仅仅因为你是你。同样，对于像志明这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孩，我也想说，理解和包容是跨越文化差异的最好桥梁。当你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时，很多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小美和志明的故事告诉我们，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只要两个人足够相爱，足够理解对方，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相亲第一次见面，大陆女直接问，彩礼准备多少？台湾男的神回复是什么？答案就是志明说的那句话。在我看来，真正的尊重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你的关心和体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给你的不是一次性的彩礼，而是一辈子的幸福。这句话不仅让小美羞红了脸，也让她开始重新思考金钱与爱情的关系，最终走出童年的阴影，收获了真正的幸福。各位读者朋友，你们对彩礼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丽姐，下次见。说到跨越海峡的婚恋，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文化差异值得我们探讨。比如在台湾，女方家庭通常会为女儿准备嫁妆，包括家具、电器等生活必需品，甚至有些富裕的家庭还会给女儿准备房子或店面。这与大陆某些地区男方负责房子，女方负责装修的传统有所不同。再比如，婚后财产分配的观念也有差异。在台湾，夫妻通常会有共同账户管理家庭开支，但也保留各自的私人账户。这种财务独立被视为对彼此的尊重。而在大陆，虽然年轻一代也逐渐接受这种方式，但在一些传统家庭中，女方管理家庭财政的情况仍很普遍。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对于门当户对的理解不同。在台湾，门当户对更多指的是教育背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匹配，而非单纯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也是为什么知名的父母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对儿子娶大陆姑娘并没有太大意见。他们更关心的是两人能否真正理解和包容彼此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都反映了两岸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传承的不同。但无论如何，爱情的本质是相通的，那就是两个人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构建一个温暖的家。小美和志明的故事还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在跨文化婚恋中，如何处理双方父母的关系？
小美的父母一开始对志明的家庭没有彩礼的传统很不理解，甚至有些不满，而志明的父母则担心文化差异会影响两人的婚姻质量。这种情况在跨文化婚恋中非常常见，处理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沟通和理解。就像志明所做的那样，他既尊重了岳父岳母的传统，给了一笔彩礼，又向小美解释了这笔钱的真正意义，不是买卖婚姻，而是对岳父岳母的一种尊重和感谢。同时，小美也需要向自己的父母解释台湾的婚俗和志明家庭的情况，帮助他们理解并接受这种差异。这种双向的沟通和理解，最终使得两家人和睦相处，为小美和志明的婚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开放，年轻一代的婚恋观念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平等、尊重和理解的婚姻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看重物质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小美最终能够接受志明的观念，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反思自己对彩礼和金钱的看法。他逐渐明白，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高额的彩礼，而是来自于对方的真诚和理解，以及两人共同建立的家庭基础。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成长经历，爱情都是一种奇妙的力量。它能够跨越地域、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走到一起，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分享生活的喜悦。就像小美和志明一样，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念，但通过相互理解和包容，他们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这也是我作为一名红娘最大的心愿，希望每一对有缘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建立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好了，今天的故事和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小美和志明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想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回想这个故事，我不禁感慨万千。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见证了无数对情侣的相识、相知到相爱。每一对情侣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相处之道。小美和志明的故事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跨越了文化的鸿沟，找到了爱的共鸣。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成功，更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婚恋已经不再罕见，但是能够真正理解和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情侣却并不多见。小美和志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需要包容和理解，需要双方都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了解对方的世界。